我这个朋友平时可小气啊，咋了？昨天我去他家喝酒，走错房间了，到他书房一看，乖，桌子上摆了几十根金条，我感觉这绝对不是真的。你这绝对这个词儿啊，用的不太好。现在有很多有钱人都比较低调。你这个金条拿在手里边，你看沉甸甸的。从气息上来看，这金条虽然说样子不太好看，应该是个人直接融的，但是它这个含金量还是可以的。7氢8黄9紫10赤，这个金条的含金量绝对是赤金。你这随手给人家拿过来一根，你这可不是朋友所为啊！你这话说的，把我当贼啊！别人不了解他，我肯定是了解他的呀。我拿这根金条就是要揭他的老底儿，让他没钱别找大款。你这个未必对你这个朋友了解啊。这个金条含金量是没问题，刚才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。还有就是作为朋友啊，不应该相互帮衬吗？你这怎么搞得跟仇人似的？仇人倒谈不上，也算是损友吧。我感觉这金条不可能是真的。平时你给他借1万块钱都没有。他都是跟着别人蹭吃蹭喝的那种。他家里如果真有几十根这种金条的话，那你这个朋友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像你说的，平时他连1万块钱都没有，很有可能啊，他这是不想露富，做人比较低调吧，怕别人给他借钱。反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吧。那估计他就是怕别人给他借钱。上次借我1万块钱还分期，现在还欠我7000块钱呢。正好这黄金给他卖了，算给我抵账了。虽说你拿过来的这个黄金不假，但是你这贸贸然的卖了抵账是万万不可的。首先啊，在恁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啊，视为窃，这种方法不可取。另外啊，他虽然说借你1万块钱，但是还弄个分期还，还差7000没还完，确实有钱不还，还挺不地道的。最好啊，你是直接给他要钱，别变相的卖这种东西。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爱听。咋？说实话，如果这根金条是真黄金，我就想给他上一课。除非是过去的老古董，这绝对不能乱卖。古董黄金倒是谈不上，一般过去的古董黄金啊，和这个形状差不多的是民国的大黄玉、小黄玉。大黄玉是重10两，小黄玉是重1两，还有5两的长条，形状和这个有所差异。过去的古董金条啊，上面打的都有钢标，上面标注了有商号的名字，还有它重量之类的。虽说各式各样吧，但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啊，对吧？比较正规。它不像你拿过来的这个，这一看啊，它这都不是正规军。从器型上看，明显不成形。一般啊，像这种金条都是个人用最简易的方法熔成的，你看上去没有任何美感可言。而且从金条的颜色上看，它也不是过去的。过去的古董金火气没有这么明显，尤其是它这种称量的，这一看啊，就是现在标准的3个9的黄金。你别说卖了，你这忽然间给他拿出来一根，就相当于是给他上一课了。你说的也对，他平时也挺小心眼的。对，如果真是黄金的话，肯定能值个1万块钱。昨天喝多了也就算了，今天发现少一个，他该伤心了啊。对，几十根金条，他既然放到桌子上，肯定是没事的时候喜欢把玩，数量肯定是天天数。这忽然间发现少一根，肯定也着急。这我拖着重量得有200多克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这有10几万的价值嘞。万一一着急啊，他再怪罪他家的孩子，如果有暴力倾向的话，再打一顿他孩子，说实话，这真不划算了。对，你说的也对啊，老板，那我赶紧给他还回去吧。对，给他还回去吧。谢谢老板，没事。俺家有一块传世带有123年前的银元啊，在俺家传承了带有6代人的时间了。今天反正第一次拿出来了，想找个买家。哇塞，你这是一块京剧光绪庚子。光绪庚子年正好是1900年，从时间上来算的话，确实有123年的时间了。实话实说啊，这种京剧的庚子银元，当时就做了一个批次的版，你拿过来了呀，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罕见币。还是老板你识货，这块银元在俺家都传了有6代人了。当年还是一个讨饭老头，用5斤小米给俺们祖上换了。以前晚清那时候，我跟你说，5斤小米可以养活一个人了。那是嘞，在过去闹饥荒的年代啊，确实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用这个换5斤小米实属正常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大值银元啊，真品我们确实没见过。
一般我们接触的啊都是比较常见的音源，而金玉阁拿过来的是我们音源界的天花板。别的不多说，大家都知道当时招币厂在天津，而这种京剧广西音源确实是罕见。老板，你能用罕见2个字来形容，那足以说明你对音源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要不是今年缺钱花，我这绝对是不会拿出来卖的。哎呀，你也这太看起我了。其实我们经常玩音源啊，里边的专业知识肯定多少懂点，尤其是像这种音源界的天花板级别的，那都是耳熟能详。像这种大针级别的音源啊，能买得起的人确实不多。我简单来说一下这块音源吧。首先，京剧一听这名字就非常响亮，顾名思义就是北京招币厂。庚子是光绪26年，也就是1900年。那一年啊，有一件大事，也就是庚子之乱，也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，所以北京招币厂在那个时候啊，就直接给祸乱了。可怜的是，这块银元当时没来得及生产，就给夭折了。这个银元啊，它是有特点的，你仔细看它这个正面这条龙的设计，比任何一个神龙都要霸气，整条龙看起来张牙舞爪，边上印的是英文，在当时这种设计啊，还是比较有大国风范的。只可惜啊，当时没有来得及大量铸造发行。这个版的耿直设计啊，有1元、5角、2角、1角、5分5种面值，全套存世量现在只有1套样币在上海博物馆。而今天你拿过来了呀，这个也可以说是未流通的状态。如果是真的呀，这个价值说实话也是不菲啊。听你讲了那么多，我这一时间也是听得热血沸腾的。而且我这对行情也不懂，你看看能给个几十万吗？几十万，我刚才给你讲半天了，你听了也是热血沸腾的，怎么张口不敢要价钱？听你说的这一点底气都没有，你这个品相属于未流通的状态，背面又带着五彩的包浆。说实话，就是这个整体压力，我看着不是太够。你说在你家里边传了6代人的时间了，怎么一点老气儿都没有了？你这刚才说话里边是不是有啥水分啊？没有任何水分。那我重新再来要一次价啊，老板。我虽说现在是急用钱，但是绝对不会贱卖的。你看看值不值100万？你这个故事讲的是挺好，像我们回收银元啊，只看银元本身，从来不听故事。你也别要100万了，我看了看你这个银元的边尺之后啊，再看包浆和背面压力，哪都不对。我建议你还是去下一家再看看吧。你看你老板咋那么不会说话嘞？几十万不行，你给几万，几万再不行，几千也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给钱就行。哎呀，你一说这话，我更不敢要了。像这么贵重的大针啊，真品啊，只会越卖越贵。你这反而越卖越便宜了。建议啊，你回去修改一下剧情，定好一个合适的价格，再找其他人看看，好吧？再一水定音再卖。不识货就算了，我再找其他人去。好。